Hello， 我是那个大叔，欢迎再次回到我的游戏频道。没有错，今天继续来使用诺斯卡这个种族。那这次呢，他骑乘了战马，我一样使用了无性者塞尔。那法术呢，也是带的跟上一次差不太多，多了一个连环闪电，它是一个魔法漩涡。这一场我有释放到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是如何吧。那我还是一样出了这个传奇英雄贝奥格，他是一个反大专家，他攻击那些巨兽能力非常可观。那我们这边呢，要稍微讲解一下，他这次其实真的看不到，好吧？那我只能这样点了。等等，它会露出来。这两个呢是新的单体巨兽，诺斯卡的单体巨兽单位，它们是平常是存在于地底，是看不到的，要攻击时它们才会跑出来。等等，我会去带画面。恐怖血口龙，它这边就有讲到，它是钻地移动，然后有着生存本能，就是跑了就是跑了。然后它也配备了很特别的远程武器，然后加上它有很特别的护甲等等，可以看一下他们出来的时候是长什么样子。那我这边呢，第一排也是新单位，造价超过500块的电挡物肉盾掠夺者熊战士。它的价格比高精灵的长毛兵还要再贵，所以我对它的期待就是你可以撑得久一点。毕竟它不是拿长矛的，所以我不觉得它有反大的能力。所以我对它的唯一的期待就是你们撑久一点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后面呢是放了3队掠夺者狂战士，就是反步兵的主要输出啦。主要就是靠他们把步兵线给砍烂。那这边我还藏了3个队伍，掠夺者猎人标枪，那也是个反大单位。我这边就是藏在森林里面。一刚开始的计划就是让双方在这边交战，然后从这森林旁边这边偷偷的射，抓准时机再杀出来。这是我一开始的简单的想法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一次的对手是绿皮。哇，这个单位带的单位量有够多的，我只能一个一个慢慢介绍过去啊。这个鼻涕金蹦车精英版本是一个非常便宜的战车单位，它很可怕。不要以为它很便宜就小瞧了，就觉得它不怎么样。没有，这个单位其实非常的可怕，要应对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应对啊！不要看它感觉烂烂的，并没有。好，这个突袭骑兵也兽人战猪大块头，这也算是一个很强的反大单位，而且它是一个重甲，不好惹。我只能说就是一个反大骑兵，这个很不好惹，可以当成高精灵的龙骑士精英版本那样子，反大骑兵这样看待。这就是这个是夜精灵，那它主要就是有毒伤，基本上被上毒伤就跑不掉了，这个比较麻烦，而且它是永不溃散的兵种。夜地精，这个是精英版本，然后一个是普通版本。稍微看了一下，数值上有多蛮多的啦，然后还有多一个潜行，然后这是普通版本的夜地精。这就是他们的攻城武器啊，攻击距离高达320，地精弩炮，然后有着远程破甲反大能力，但是它有个命中不佳。其实坦白讲，我觉得全军破敌3的命中率不佳，这条真的只是看看而已。有些明明就是没有命中不佳，但是你怎样就是打不中
它有一些就是明明就是命中不佳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命中率倒是还是很不错。它上面这个我真的就觉得看看就好。好，这也是夜地精啊，也是差不多的意思，但是它是碎甲，然后有着潜行，这个就是也不是很好惹。夜地精就是这种地精，就数量都蛮多的。这也是一样，只是比它就是更下位版本，因为这是普通的版本，而且它这边还特别的标记士气低落。这边还是有加成的哦，基本值只有50哦。50其实真的，你如果有一些战车单位撞一下，差不多就快崩溃了。这些地精士气通常都蛮低的。好，这边来看一下蛮荒兽人战猪小子，他是一个反步兵的单位，反步兵的骑兵。这种绿皮里面的兽人通常能力都蛮强的，都主要是担任伤害输出的职位居多。哇，这个地精狼战车，这就是一个标准战车啦。不过它的速度是很可怕的，110的战车，要拦截它很有难度哦。除非你要用骗的方式，要不然它真的可以很快的撞了就跑，不好处理。然后兽人小子弓箭手，要看到这个命中不佳，其实还好，不过它的射程我觉得算没有到很远，它的只有140。不过跟诺斯卡比起来，已经算很优异了啦。诺斯卡那射程真的是没什么射程可言。哦，这个兽人大块头，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的输出兵种之一。这个刚刚看过，然后这是更可怕的黑兽人。黑兽人算是那个绿皮的最强悍的输出单位兵种。黑兽人这个要谨慎应付，这刚有介绍过吧？没有，这也是骑兵，它是精英版本更强的反大骑兵，就是可以把它当成高精灵龙骑士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对方的这边领主跟英雄哦。领主是夜地精战将，就是很普通的大众脸，那主要就是反步兵啊，然后近战专家带毒伤，这也是大众脸的就是夜地精首领。装备盾牌，可是我没看他有盾牌啊，他是写错了吧？好，我们来开始接战了。讲了太久了，因为其实地精也不常讲到那个绿皮这个种，我觉得这一次的单位数量真的很多，所以讲的非常的久。好，刚开始呢，我方领主因为是骑乘战马，所以跑特别快，然后我就想说冲太快再拉回来，因为他是法师，不适合正面直接作战，所以还是要跑。然后这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两只没有跟上，然后现在才开始拉动。好，反正这边就是基本上 buff 都开下去，然后就开始。哦，这个把术放的有痛啊，而且他骑兵是直接硬生生直接撞上来啊，他是直接硬撞我方这边单位的。那没关系，我前方也是有电挡护。他有一个单位撞一撞就直接就快消失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这边放了一个漩涡法术，看看到底能不能伤害到对方。有。没有注意到，他没有注意到，这个法术还在电。这个部队基本上已经没了，这个基本上这个血量已经不到50%，这队已经废了。然后隔壁这一队也是完全没有注意到，直接残废了，满血直接电到50%以下，这两队基本上就已经残废了。
哦，这2只巨兽还在躲在地底里面，因为当初我没有想到它到底是怎么攻击，因为前方战线真的非常困难。哦，对方开启了，哇，那个是他们的特殊的种族派系的技能，它出来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我来放慢速度来看一下，这就是它的长相，蛮可怕的，而且它有它可以吐一些东西做远程攻击，刚刚有看到，然后它还可以有近战攻击。不过呢，它起来过就不能动喽，它起来是不能动的，你要移动的话要再重新缩回地底，然后要再次出现，它是有 CD 时间的哦，它不是说想出来立刻就可以出来的。那我们这边前线还在持续的交火哦，我们看一下，等等，我要出来会发生什么事？直接炸出来，它冲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个蛮巨额的伤害。你看，对方这个部队血量直接没了，然后士气也没了，又继续再开了哇。那这边呢，就是等等可以再遁地收回去了。这个单位用起来其实很微妙的，你要用很多的手速以及注意力在他们身上，因为你像这样子放着，基本上就是被打。这2个就是非常需要消耗你的心思，但是用起来真的很好用。它这样子一个突袭起来，如果像是弓箭手或是一些单位，你在前线上这样子非常的焦灼，你在前面操作或者在拉骑兵的时候，你来不及注意你的弓箭手，等等看哦，这个时候没有发现到，又是出来，又是这一下，对方士气也没了，然后这个直接败逃注定，这就回不来了。你看，然后这边远程吐一下，哇，他这个直接吓到跑了，这个也跑了，然后士气整个崩盘受不了。他前线其实主要就是都在护砍区，正面都是直接在护砍而已。然后我方这边标枪其实刚刚镜头虽然说没带到，不过有达到奇袭的效果。就是配合这个恐怖血口龙，其实算是有达到奇袭的效果。就是一边从地里面钻出来的时候，我方这边的标枪兵也在扔标枪。刚刚的战况其实是非常的混乱以及焦灼。然后绿皮很多单位的士气本身就是偏低呀，那就打着打着就一直败逃，一直败逃。而且他没有蜀人那种回线能力，蜀人虽然说容易败逃，但是他们回归能力也是很强。我觉得在回线能力来讲，蜀人真的算是第1名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影片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